真的是被宰了哦，好，钱给你，钱给你，而且他知道就是哪一个方向、哪个光线会把你拍得很好看，太好吃了。Hello 啊，大家好，我是雪里安。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杜拜买的战利品。如果你也喜欢在旅行时挖一些小众又有趣的纪念品，那你一定要看这集。然后第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巧克力 Dubai Chocolate。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社群平台网络上看到的话，就会发现 Dubai Chocolate 非常火，所以我就在家乐福买了这两个 chocolate。他们很便宜，我记得好像才10几20 AED 吧。因为 Dubai Chocolate 红的就是这个 Pistachio Kunafa， 是这样发音的吗？不太确定。它里面有开心果，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口味。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大牌子像 Lindt 都有出 Dubai Chocolate， 所以我也就买。因为我本人其实没有那么的喜欢巧克力，所以就只买了2个，想说试看看。这个也是巧克力，就是 Fix Chocolate， 据说是当初研发出 Dubai Chocolate 的第一个店家，也是很火，所以他们在机场有一个柜台，有一个店。如果你没有买到的话呢，也可以去机场买。可是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贵，因为它一个要80，2个160。到底这个贵的呢，跟便宜的呢，吃起来有没有差别呢？到时候我也会做一期开箱视频。我希望是好吃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还蛮厚重，我觉得它像一个砖头一样，所以至少代表它用料还蛮实在的，毕竟它这么厚实。然后这我就想要稍微抱怨一下，你看这个都变形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它在行李箱化掉，然后变成这形状，还是说在行李箱里压到。不过就好可惜，就是一个变形的巧克力。好，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就是这个是我在赶飞机的时候在机场看到，很便宜，才19 AED。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来杜拜的话就是肯定要买一个这个阿拉丁神灯，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体积小小的，重量也不重，就是完全可以直接买，然后就带上飞机。你看这个，因为我很喜欢，看到吗？它这个花纹就是很美，有没有？哇，好可爱，好有小巧，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买。其实，在机场它都有卖很多，还有小型啊，有大型的，然后各种各式样的花纹的杯子啊，都是很经典的阿拉伯的图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买到好看的伴手礼，没关系，机场里还是有的，而且很便宜，赶快去买。说到划算呢，我就要拿出这个，很美，有没有？它其实不是划算，是非常不划算。不过你看上面这个石头、水晶、玛瑙，姑且叫它石头吧。这个粉红色很好，可是你看，它还就是不稳。不过就是真的很美，因为它有这个底座，还有这个咖啡杯。然后这咖啡杯上面有这个花纹，我就是爱上这个花纹，好美哦。可是当它报出价钱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被宰，因为这个190 AED， 然后跟这个比19 AED。可是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一天到杜拜，那整个汇率换算系统就还没有建构起来，当时就觉得听起来也还好。这是我在那个 Wafi Mall 底下的 Souk 买的，那老板就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他还送我这个说草纸的书签，就请我喝咖啡，然后那时候觉得好，钱给你，钱给你。可是事后当我看到这个19 AED， 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是被宰。所以如果你去杜拜，就是在那种小店啊，或者是那种不是一般那种大商场的话，就一定要杀价，因为就是为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情绪价值，真的就是买情绪价值。虽然它也的确是很好看啊。那接下来也是吃的，就是椰枣，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贵的
贵牌，是在Dubai Mall 里面买的，这辈子第一次吃椰枣，然后就觉得哇，天哪，简直是惊为天人，就是太好吃了。他们都一般就是配咖啡喝，然后就配一颗椰枣，我就试了，就觉得哇，简直是太好吃了，我就买了这个要175 AD， 就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贵的。它这里面就是那种 assorted 的枣，它里面是有加各种不同口味的，所以我就买了这一盒。特别注意说，就如果你住在澳洲的话，你必须要叫它就是要这种特别包装起来，就是这种 sealed package， 它其实是可以过海关的，当然你一定要申报，申报的话它就可以让你通过。可是就是带这种 fruit 类的话，一定要记得申报。然后呢，这同时我也在机场买了这个叫什么 Liwa Dates， 这是我用美金买，大概不到10美金，它也是这种filled dates。就是不同口味，像是开心果呀、橘子皮之类的，我就想看看说这个跟这个便宜跟贵的到底吃起来有什么差别呢？因为我觉得椰枣真的是超级好吃，不过它的热量啊跟糖分很高，所以一天吃1颗就够。好吃，推荐这个牌子。这个其实不算是战利品，这其实我在那个日本超商买的 Royce 的巧克力，不过因为我是在主办买，我就也把它放进来。然后我在阿布扎比的罗浮宫就买了这本书《袖珍参观指南》，因为我有逛它的那个纪念品店，然后我就发现它的纪念品大部分都是跟法国的罗浮宫展览品有关，他自己本馆里面的那些展览品所做出来的纪念品就是都很少，也不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他本馆的这些展品的图片与介绍，我就觉得还蛮划得来的。这本要55 AED， 这本书挺不错的，推荐。再来是这个。我在 Museum of the Future 未来博物馆里买的香水，它会问你大概20几道题目，然后 AI 会根据你的答案帮你自动调配出3款符合你的香水。如果你想看详情，可以去看我的 vlog。我觉得它里面问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就是有一个问题他会问你喜欢什么样的香味。那时候我就回答我喜欢木质香，我喜欢玫瑰香，然后还有一点水果香的。然后这3款香水就刚好是那个味道，所以我本人非常爱，非常符合我的喜好。我一闻就说天哪，这就是我喜欢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只有那一题才是最重要，就其他之前问你那些你喜欢什么呀，然后你的兴趣是什么呀，那些都有点虚，所以你只要回答那一题，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香味，怎么样的比例就好了。这整个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最让人感到开心或是觉得惊讶的话，就是当它这3瓶出来的时候，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真的觉得哇天哪，它好懂我，因为这味道怎么就是我喜欢的味道。我觉得很神奇，真是值得大家去试一下。可是这不太便宜，我记得要150还是155 AED。可是你整个可以看它日系帮你调配香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值得。因为其实它这个未来博物馆里面的纪念品店也没有卖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买纪念品的话，我推荐买这个。接下来呢，我觉得其实不太算是战利品，它就是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在阿布扎比的总统府里拍的，这是他官方的摄影师所拍的。你一定要去找那个拍照小哥，官方的拍照小哥，他就会带着一个那种很专业的相机在里面到处晃来晃去，然后就找他，因为他很会拍，而且他知道就是哪一个方向、哪个光线会把你拍得很好看，他也会指导你动作。他可能是因为太多人拍，所以他都知道那些 pose 啊怎么办。整个总统府里面的光线就是整个金碧辉煌，然后他就会把你照得非常非常美。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那边拍照。就是一开始我本来就觉得我不是那种会花钱在照片上的人，可是
他给我一拍完全没有修图，就是实打实直接出来的图片，就是非常好看。一张相片是100 AED， 可是它3张上网150，就会放在这种非常精美的相框里面，这样一套是150，就是这样子的。有没有非常美？整个金碧辉煌的，然后光线就会照着你的脸，非常好看。就是我的人生照片，大力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拍。其实也不用特别找，因为那个小哥会自己来问，就是如果他看到是家庭啊，或者是亚洲面孔，他就会来找你问你要不要拍照。其实他拍照都是免费的，他会帮你拍10几20张，喜欢的话你才要买。所以我觉得推荐，因为他家的纪念品，老实说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看，所以这个照片我觉得值得。再来就是这个纪念金币。这个纪念金币是我在 Green Planet 里压出来，它是那个树懒，很可爱，有没有？具体多少钱我有点忘，但是我每到今年如果有看到这种压币机的话，我就会去收集这个，很可爱，我就是推荐大家，也不是一定要啊，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好买的话呢，可以尝试看看买这种纪念金币，很可爱。沉浸式开箱。好，经过本人严谨的试吃测试，而且我胜出。它那个外层油油亮亮的，入口的那种丝滑感让人印象深刻。Liwa 的口感就比较干一点，但整体也还是好吃。不过考虑到价格，我觉得其实便宜的那盒也很可以耶。如果你只是想送人的话 ，Liwa 就很划算。想犒赏自己一下的话，那就选 Batil 吧。好啦，这就是我在杜拜买了什么的小物分享。如果你以后还想看到类似的小物分享的话，请留言让我知道。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的杜拜 vlog 的话，在这边这个 playlist 总共有4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留言、订阅以及按赞。好啦，那就先这样子，我们下集见，拜拜。